男孩自己从不吃桃子，却偷偷将桃毛收集在笔帽里，然后每当从管家身后走过时，只要轻轻抖动一下笔帽，让桃毛落在管家身上，就引得管家因过敏咳嗽不止。管家只好跑到医院看医生，可他不知道自己早已落入别人设下的圈套。这时，男孩的老爸早就在医院等候，他偷偷用手机拍下管家咳嗽的照片，接着故意把照片拿给管家的女主人看，并骗她说你家的管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。见女主人似乎不太相信，老爸赶紧给女儿发了条信息，上面写着女主人3分钟后就到家。早就在这家做家教的女儿立马秒懂，马上从书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桃子，再次偷偷把桃毛撒到管家身上。正因如此，等女主人回到家之后，一眼就看见管家猛烈咳嗽的画面。但这家人的计划并没有停止，看到管家疯狂地冲进卫生间，老爸又趁机把番茄酱挤在管家用过的纸上。当女主人走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这沾满血的卫生纸。就这样，这家人的诡计终于得逞，可怜管家就这么被冤枉成了肺结核患者，当场被女主人赶出了豪宅。之后，当司机的老爸又向女主人推荐了一名新管家，其实这正是他的妻子。就这样，一家人靠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全都混进了富豪家里做佣人，过起了像寄生虫一样的日子。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满足。当第二天富豪全家外出露营时，这家人居然大摇大摆地住进了豪宅，不仅用这高级浴缸泡澡，还在大床上滚来滚去，甚至连冰箱里的美食和美酒都不放过，简直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一样。可晚上，一家人正喝酒聊天时，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。原来是昨天被赶走的管家找上了门，他说自己那天走得太急，落了东西，特地回来取一下。看他一副可怜的样子，老妈也没多想就开门让他进去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正是这个举动将会让一家人彻底跌入万丈深渊。只见前管家走到地下室，并走向酒柜后面，可整整过了10分钟，他却还没出来。老妈想搞清楚他到底在干嘛，便走下去想看个究竟。谁知走下去之后，才发现原来这里面别有洞天，也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，终于撞见刚才那个前管家。原来这男人是前管家的丈夫，由于几年前犯下命案，一直藏在这座豪宅的地下室整整4年。老妈一看这情形，二话不说就想报警，前管家只好拼命求饶，说可以给他一笔钱，只求他别把这事说出去。就在一家人听得正起劲时，却不小心脚下一滑，从楼梯摔了下来。前管家顿时一脸困惑，心想这些人怎么会在这里？他立刻拿起手机开始录像，直到大儿子疼得喊出一声爸爸，前管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是中了这家的诡计，才被莫名其妙的辞退。也就在这一刻，局面彻底反转。前管家拿出录像开始威胁这家人，和丈夫直接在客厅当起了主，还命令全家人跪在地上忏悔。但他们也不甘示弱，趁两人不注意，就冲上去把他们制服，抢过手机赶紧删掉录像。可就在这时，电话却突然响了。 여보세요? 다송이가 제일 좋아하는 건데 지금 바로 물 올리시면 시간 딱 맞겠네. 一听到女主人说还有10分钟就到家，并吩咐准备一份炸酱面，全家人立刻分工行动起来。女儿忙着打扫卫生，哥哥和老爸则负责把2个老家伙拖回地下室。老妈也按女主人的要求，在厨房做起了炸酱面。本以为这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，可女主人刚进家，前管家就在地下室挣脱了捆绑，他拼命想冲进客厅求救。幸好这时老妈一记佛山无影脚，轻松将危机化解。 这就是狂揽多项奥斯卡大奖，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韩国现象级电影《寄生虫》。导演将穷人对富人的寄生刻画的淋漓尽致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快去看看吧。